大家好，我是老罗，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Dings Workshop。在2020年的4月7号，我录制并且上传了我的第一个 YouTube 分享。一转眼1年已经过去了，这个频道现在已经有了2万多个订阅。在这里，我想感谢大家对 Dings Workshop 的支持，谢谢各位。和大家认识了1年多了，但是我发现我没有真正的自我介绍过。我叫罗丁，大家可以叫我老罗。我在美国呢已经生活了有22年了。现在呢，居住在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地区。我呢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，平时呢喜欢做一些木工或者 DIY 的装修。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呢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给家里做的 DIY 装修。这个是我给以前的一个房子做的衣帽间。以前这个衣帽间呢，就是3面空墙加上几个金属架子。我是从美国这边一个叫做的 Home Depot 的店里买的板子，所有的这些，包括抽屉的面板，都是我做的。然后这个呢，是我给家里做的一个小吧台。这个房子是1981年建造的，所以里面的这些设施呢真的很古老。我把它重新拆掉，然后根据这个区域的大小制作的这个吧台。然后这个呢是我给家里的洗衣房做的 DIY 装修。其实真的很可惜啊，当时 DIY 装修的时候只是照了照片，并没有拍摄 video。但是如果大家对这些 DIY 装修过程的照片感兴趣的话呢，我可以做一期类似于以 PPT 的形式来分享这些装修项目的制作过程。其实以前有朋友问过我啊，说：“嘿，老罗，你有孩子、有家庭、有工作，你到底从哪儿找到那么多时间来做你的木工呢？”其实我这个人还是蛮无聊的，平时呢也不看电视，也不看电影，然后对打游戏啊或者是体育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特别大的追求。所以平时呢，等晚上孩子睡了以后呢，做一做木工，或者有时候工程很大的时候呢，我太太会带着孩子，然后让我去做我的木工。所以我能够有时间去做木工呢，并不是因为我知道怎样合理的管理我的时间。我确实姓罗，但是请不要叫我时间管理大师。我也想在 Dings Workshop 1周年的这个时候呢，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频道目前的定位。其实很多朋友在留言中提到过呢，说为什么在我的频道里会发现这种中英文混杂的这种现象。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呢，我想首先把 Dings Workshop 里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一下。我可以把 Dings Workshop 这个频道的内容分为3大类：作品类、工具评测类和教学类。作品类的内容呢，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劳动成果，因为这个类型的内容主要是和大家分享制作过程，所以到目前为止呢，这个类型的内容我都尽可能的做到没有任何语言的陈述。然后呢，就是工具评测类。这一类的内容呢，主要是和大家推荐或者介绍一些新颖或者是物美价廉的这些木工 DIY 的工具。就目前来说呢，在 YouTube 上英语的观众是最多的，所以为了推广这些新颖和物美价廉的工具，这一类的内容我往往是会用英文来进行陈述的。第3个呢，就是教学类的内容了。教学类顾名思义，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工具的使用方法、手法呀，或者经验这一类的视频或者影片。其实英语的教学类内容在 YouTube 上是非常多的，但是中文的呢就是很少。所以在教学类的内容里，我选择使用中文来弥补 YouTube 上的空缺。就教学类的内容来说呢，很大一部分是介绍怎样上手一样新的工具，或者是对木工 DIY 新手适用的制作手法。记得去年我和大家分享了一期5种非常常见并且容易上手的木工连接方法，然后我发现呢，很多人在留言区提到这些木工连接手法呢，比不上中国传统的榫卯。其实榫卯呢，确实是中华文明的精髓，也是我这个木工爱好者的一个追求。榫卯的坚固程度呢，也是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的。但是制作榫卯呢，需要很多的时间、经验以及对于材料的选择，所以说呢，榫卯并不适合于初学者。对于初学者来说呢，最重要的是把东西做出来就好。对于刚刚开始做木工的朋友来说呢，你一开始的体验是非常重要的。在生活节奏这么快的今天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，剩余给自己的闲暇时间呢并不是很多，所以快捷简单的木工技巧最适用于大多数木工 DIY 的初学者。我开启 Dings Workshop 这个频道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和木工初学者以及对木工感兴趣的朋友分享我在木工和 DIY 里的经验和心得，同时呢，也是希望告诉大家，一个普通的公司员工照样可以做出家具，或者给家里做 DIY 装修。希望能够以此呢，鼓励更多的朋友来尝试木工 DIY 这项爱好。其实关于一个频道的成功与否呢，最关键的还是各位观众的支持。所以每次看到大家的留言呢，我都非常的开心。那在这里呢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大家知道我这个频道的英文名字呢是 Dings Workshop。我现在呢想给它起一个中文的名字，但是我的中文真的只有小学6年级的水平，所以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一个好的中文名字。所以我想请大家帮我给 Dings Workshop 起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，希望你能在留言区里给我分享。好了，今天呢就很短暂的和大家聊到这里，我会一如既往的和大家分享我在木工 DIY 的心得、经验以及我的作品。再次感谢大家在过去的1年里给 Dings Workshop 的鼓励和支持。我是老罗 ，See you next time。